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看《打破醫美繆斯》。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一個胖子，其實我不是一個普通的胖子，就像很多人覺得我臉大，我其實不是一個普通的臉大，我是臉超級大。不然我們拿個尺过來好了。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很多人在意的，覺得臉大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打肉毒，對不對？為什麼？因為打肉毒可以消咬肌。好，咬肌在哪個地方？這是我們一個側臉的圖哈。咬肌就是這一塊，咬肌是一個方形的肌肉。第一個印象就是臉大就是打咬肌，為什麼？因為咬肌剛好就在我們骨頭最外的這個地方，所以咬肌比較肥厚的人，然後臉看起來比較大。有些人說我又沒有吃檳榔，我咬肌為什麼會大呢？好，那可能你有習慣咀嚼，尤其很多人磨牙都是磨一邊，所以它一邊臉就會特別大。可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哪些問題它是臉大，可是它卻是肉毒沒有辦法解決的？也就是你會以為我的臉大，我打肉毒，打咬肌臉就會變小，結果打完發現怎麼沒效？我們今天來看是哪些問題，我們一個一個來分析這張圖裡面的構造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，因為沒效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好，下一個問題是更少醫師去注意的，他沒有注意到臉部結構。所以我常常在講，醫學美容美感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嘛，對不對？但是在美感先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，你要對臉部的構造要非常的了解。你对臉的構造不了解，你根本沒有辦法打造出你想要的美感，可能會用錯誤的方法或危險的方法去，或者是做出來根本不是你要的結果。比如說這個東西腮線，腮線是什麼東西哈？我們剛剛說這個是咬肌，咬肌是個方形的骨頭。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紫色的這個東西，這個叫腮線。腮線哈，其實就是我們臉上最大的口水線，就是它是分泌口水用的。好，那這個腮線它的位置正常是在這個顴弓以下。我們看這個側面，它是在這個顴弓骨的下面。好，那大部分的人腮線呢，它應該是在這個我們的耳垂以上的位置。可是有一些人，他隨着年齡，他越來越大，甚至會掉到耳垂的下方。好，那有些人他的腮線是天生大，但是其實有很多人他小時候他可能有得到那個腮腺病毒、腮腺炎，不管是細菌性或病毒性的這個腮腺炎。這個腮腺炎呢，用台灣話講，你知道台灣話怎麼講腮腺炎嗎？叫做豬頭皮，豬頭皮哦。那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它腫起來的時候，它臉會變得很寬很大。就算它好了，它的腮線也會變得比一般人大一點。好，那還有一些人呢，他容易口乾舌燥。那口乾舌燥的人，他的腮線也會代償性的增厚變大。怎麼去分辨？很簡單哈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摸你自己的臉。好，你摸你的臉，你用力咬，咬牙切齿用力咬，會變硬的那一塊就是你的咬肌。那靠近耳垂這裡有一塊，如果你這裡是凸起來的，可是你用力咬它沒有變硬，那代表就是你的腮線是比較大的。好，那所以你要去分辨說，你耳朵前面這裡如果太鼓的人，你要分辨它是咬肌還是腮線，就用力咬去看。所以多了一塊，鼓起來一塊，這個就不是咬肌，這個是腮線肥厚。好，所以不要弄錯咯。這個腮線肥厚其實不好處理，為什麼？因為腮線肥厚一般用微整沒有很好的效果，打肉毒可不可以讓腮線變小一點？會有微微一點的作用，也會有一點作用哦。但是它不像咬肌，咬肌你打肉毒很明顯它就會縮小。那有些人說，那我拉皮的時候可不可以順便把腮線變小？也不太可以。為什麼？因為腮線它本身裡面包覆着顏面神經，有時候變成手術當中，我們要去掉表面的一些油脂，讓它變小一點。那你一定要弄清楚，不要以為說，這個是咬肌。還有什麼狀況？你臉大，你以為肉毒可以改善的？這個我也常常會遇到有客人你剛剛一定要有說，這是我就是這種案例，是不是？你的表情真的是笑而已啊。但是我是肥胖我不是嘴邊肉太垂。
我其實過去幾年常會有客人就說啊，我這嘴邊肉，那我可不可以打肉毒把這嘴邊肉消掉 ？No，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嘴邊肉就是一種肌肉啊，肉毒不是可以把肌肉變小嗎？嘴邊肉分3型哈，有分第1型淺層的問題，第2型深層問題，第3層中層問題。我們如果有興趣的，歡迎去看我們那個影片，像嘴邊肉分3型的影片。那這嘴邊肉呢，這3型都跟你的肌肉是沒有關係的，所以你打肉毒是沒有辦法讓你的嘴邊肉變小的哦。好，我們要讓它臉變小。好，那首先一個很重要的地方，我們就是要判斷，好，它這個嘴邊肉是哪一型，特別是第2型的嘴邊肉。第2型的嘴邊肉，它夾子墊掉下來，所以它臉就有一坨圓圓的。你會發現一件事哈，其實這個嘴邊肉它其實不一定是年紀大的人才有。好，比如說鄭醫師，你現在當然沒有嘴邊肉了，你之前那2塊掉下來，是不是看起來很像大媽？現在看起來像高中生，沒關係，現在看起來高中生就好了哈。現在看起來高中生不要生氣哦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我想給大家看這個照片，他很年輕，對不對？可是你看到這裡有一塊，為什麼？像他這個也是屬於第2型的嘴邊肉哦。那它就是深層的夾子墊掉下來。那通常年輕就有這個狀況，是因為它有嬰兒肥。嬰兒肥就是你的深層的夾子墊太大。那這一種有嬰兒肥的人，他很容易掉下來以後，就變成他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塊嘴邊肉大。那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，就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，因為大家很多診所哈，我常看到很多診所，他秀他的這個術前術後照片，他會幹嘛？他就是術前的時候沒有笑，垮下來；術後的時候笑啊，就上去了。跟你說，你看我們拉線的效果好好。正常的人，你只要笑他都是上去的，這個是一種作弊的方法。所以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，就是同樣你如果要比較，都要看他一樣的表情，要麼都不笑，要麼都笑。而笑你可以看到，為什麼這個地方會變小？就是把深層的夾子墊把它提上去，你臉就會變小，會變 V。除了剛剛看了幾張年輕比較輕，想要臉變小的，那年紀比較大，沒有像以前那麼小，原因就是為什麼？它垮下來了，它臉變成什麼？從這樣子上去的 V 型臉變成粽子臉哦，端午節粽子就是這樣嘛，對不對？好，那就是因為變成這樣 U 型臉，所以我們把他的嘴邊肉提上去，你就會覺得怎麼樣？他臉變小。這是一個男生啊，哈，這是我們的老客人啊，哈。其實不只是女生哈在意臉大，其實像很多男生也在意臉大。像這個男生他也是一樣，他的年紀也是輕，可是他也是先天就有嬰兒肥。我們就是把他身上的夾子墊把它往上提。因為其實這個有一種很古老的術式，就是口內取脂，從嘴巴裡面把夾子墊拿掉。這個術式大概1976年左右，那個時候就有醫師發表了。有沒有看過這篇論文？那為什麼？因為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這個從口內取脂，它一開始看效果是很好，但過2年你就會發現它鬆得很快，它垂得很快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口頰這個地方，它不像我們臉頰那樣都有骨頭支撐，這個地方唯一的支撐就是靠夾子墊。然後你把夾子墊抽掉的時候，它這裡就空了，它很快就會垮下來。那所以這我們要怎麼處理？你可以採用線的方式，我們把這個夾子墊提到颧弓裡面，你不用擔心它後面會下垂。再來，我們提到颧弓裡面，它也有臉變小的效果。我剛剛說臉要變小，你可以除了用拉線之外，也可以像他用手術。有些人他想要的是持久強效的效果，像我們這樣在變的時候，這是我们另外一個老客人哦，他也介紹很多朋友過來。我們把這個嘴邊肉，我們把它往上提之外，我們做什麼？做3層次拉皮。我們把這塊深層的夾子墊把它往上提上去之後，他臉，你看他本來這有個凹，然後這裡是多出來一塊肉 U 型臉。我們提上去之後，他臉的凹不見了，然後他這一塊掉下去的這個嘴邊肉上去了，然後上去之後再把多的去掉。那這一種做法，它就不像口內取脂。口內取脂，你把多的夾子墊拿掉的時候，我不是說後來他臉會更垂，但用這種3層次小臉的方式，它做完你臉會變小之外，它還會很緊實，不會，你不用擔心後面會有掉下來的問題。下頜骨是什麼？側臉這個地方下面的這塊骨頭，好像這個客人，你可以看到他的下頜骨非常的往後。一般我們很多女生啊，她喜歡臉 V 一點的話，她這下頜骨這個角角要往前一點點。好像這個女生，她可能她很在意，她覺得她臉大。好，那她的問題在哪裡？就是她的下頜骨長得比較後面，所以我們把這個下頜骨後面的這個下頜角把它去掉，也就是這個角角把它去掉，臉看起來真的會比較小，會比較 V。
好，可是下頜骨不是單單下頜角的問題而已。我們來看一下，好像這一個女生呢，她的這個下頜角沒有那麼的明顯，她的臉卻看起來比較大。好，為什麼？因為她的這個骨頭哈，問題不是在於那個角角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，這個下頜角哦，很多人都以為削下頜骨的時候就是把這個角角去掉，可是我們看這個女生，她的角角並不明顯。可是我們把她骨頭削完以後，你會發現，她的這個臉型看起來 V 很多。為什麼？因為她削的不是這個角角，好，她不是把這個角角削掉，她做的是把這個骨頭是這個方向這樣削下去，是這個方向削，而不是這個方向削，也就是把你骨頭的厚度變薄。骨頭變薄的時候，你的臉也會變比較窄。好，我們再看，那這個女生她當然更明顯了，因為她的骨頭呢是整個怎麼樣？她這個骨頭不是像這樣子直直的哦，她骨頭是這樣往外翻。那這個時候，她既要把角削掉，也要把它削薄，臉才會有一個明顯的改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問題是下頜骨的問題，你單單打肉毒，你的改善幅度一定是有限的，因為肉毒並沒有辦法明顯的改善骨頭的問題。我們講了很多臉的問題，那些問題都是用肉毒改善不了的。好，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下頜線，很多人他其實臉是小的，頭也很小，可是你遠遠看就覺得他臉很大，為什麼？因為他臉跟脖子連在一起了。這個在大陸有一個說法叫薄臉，對不對？薄臉就是他臉少了這個弧線，就像什麼？就像之前的鄭醫師，不是？我想你人就在這，就剛好舉個例。所以有時候臉大問題，它不一定是臉，還有包含脖子的問題。我們來看啊，比如說，這是元六大哥，好，我們來看啊，元六大哥，他手術前你可以看到，哇，他的雙下巴很明顯。好，那這個時候，這個雙下巴這個位置就會造成一個問題，叫做頸合角。頸合角就是這個東西，這叫頸合角。哦，它就是這個角度。哦，那它術前變成這個角度，它術前是這個角度了，術前是這個角度。好，所以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變成這個角度呢？他做的就是這個 corset 的3層次，就是我們把深層的這個下頜脂肪墊，我們把它往前挪，再把我們的這個中層的筋膜收緊，再把皮收緊。這個角度做出來的時候，你才有辦法把你的頭跟脖子做一個分隔。我今天介紹了這些主題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很多人在意希望自己的臉小一點。好，那臉小一點不是只有打肉毒就是萬能的，你必須判斷你是咬肌的問題，還是你是咬肌表面腮線的問題。好，或者你根本不是咬肌問題，是咬肌前面嘴邊肉的問題。那嘴邊肉有分3型，你是哪一型呢？好，是下頜角，還是下頜骨往外開，還是它太厚？你是不是下頜緣的問題？那這些問題都會造成你臉看起來變比較大。好，當然，如果你都不想要處理，你還有最後一個方法，就是像鄭醫師，你坐在我旁邊拍照，你的臉看起来都會很小。OK， 好，今天我們就到這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天的科普醫美新知。張醫師，為什麼我的頭並不大，可是臉看起來這麼大？其實這個問題很多女生會問，很多女生都覺得說，我臉很大，可是事實上仔細看她整個頭，不像我就是大頭嘛。那可是有很多女生她困擾的是頭其實真的沒那麼大，但是呢臉卻看起來很大，是怎麼回事呢？我們來看哦，她原本是這樣，那變成是這樣。這一種臉大，她坦白說，她真的是因為她的顴骨看起來比較寬，所以這種狀況，她把顴骨削了以後，她臉那個看起來比較小。那還有的人呢，他問題不是在顴骨，他是因為這個地方下頜骨比較寬。那這一種狀況，其實應該講，他真的就是頭比較大，所以整個臉看起來比較大。可是有很多的人哦，他的問題不是因為真的在他骨頭，比如說像這個妹妹，你可以看到她原本的樣子哦，你會覺得她的臉看起來是不是比較大？可是你可以看到她術後的樣子，你可以發現她事實上她沒有削骨，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她臉看起來真的是比較小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，當你的臉如果沒有立體感的話，比較扁的話，就是人家常說比較肉餅臉的話，它整個感覺就會比較扁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講，像這個他做了什麼事讓他臉看起來變小呢？
呢？一個是我們的鼻子。當他鼻子立體起來的時候，就好像把一個從2D 的畫面拉成3D，就會看起來臉瞬間就小了一些。還要修飾什麼？他原本他的下巴本來比較寬，所以我們再把他的下巴做一個這樣的修飾。你發現他鼻子跟下巴出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動骨頭，他的臉呢沒有真的動到這麼大的手術，但是他看起來臉就變小了。好，第二個。我們再看同樣這個客人，他的臉很方很大，可是我不想要動骨頭，我有沒有辦法讓他看起來比較沒那麼明顯？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凹的這個地方做了一點填充，他的臉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的寬，因為你在2個山峰之間填一點點，讓他看起來臉比較順，當他顴骨跟下頜骨沒有那麼凸的時候，視覺上的修飾看起來它也會變得比較小一點。還有，你看他的這裡。他的蘋果肌是凹的，當他把他的蘋果肌這個地方填起來的時候，他臉看起来也會比較小。什麼意思？當你的蘋果肌是扁的時候，你最凸的點是顴骨，於是你在視覺上你看到最高的點都是顴骨，就會有那種往外張的感覺。可是當你有蘋果肌的時候，你的中臉的這個最凸點從這移到這的時候，你在視覺上它是往內縮窄，所以填蘋果肌反而會讓很多人他的顴骨看起來沒那麼凸，反而看起來臉會比較小。好，我們再看這個圖我們把它分成一半，你可以看到說這邊的臉跟這邊的臉看起來，這邊的臉變小了，你會覺得這邊的臉看起來還是比較大，而這邊的臉看起來比較小。像這個客人如果在處理的時候，我的選擇一定不是把這個地方填起來，讓他臉看起來比較順，讓他臉看起來比較小，因為像這樣子的一個客人，他這裡是凹的沒有錯。可是呢，你可以發現它這個地方它是有嘴邊肉的，把這一塊嘴邊肉提到原本凹的地方來，這樣子提上來。當他提上來的時候，他的嘴邊肉改善了，他的臉頰也改善了，所以會讓他的臉看起來變小。所以相反的，如果你想要你的臉变成像以前那樣子，变得比較小的時候，你要把它拉上去。OK， 比如說我們看他有嬰兒肥，對，我說的就是這一塊就會覺得臉太蓬了，這種感覺就是太 U 型，就會覺得有點太大。取甲子墊的確剛拿掉的時候，你臉真的會小很多。好，但是取甲子墊我們現在只用在真的臉是真的那個脂肪太多的，比如說以這樣的狀況他也覺得他有嬰兒肥啊，但是我們的做法不會去把這個甲子墊拿掉，甲子墊拿掉了，它是永遠回不來的，而且甲子墊拿掉了，很多人過幾年以後臉會鬆垮，非常厲害。所以你把甲子墊拿掉的時候，雖然臉會變小，可是也會提早造成它老化，因為它的支撐不見了。所以我們怎麼辦？我們把這個深層的這個甲子墊往上提，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八字線厲害的地方。它有一種特別的拉法，我們是可以把這個甲子墊藏在顴弓的裡面，因為這裡是沒有神經沒有血管，因為它是放在骨頭的縫隙裡面，所以做完的結果就是你的臉看起來是便秘的。可是如果今天只是一般淺層拉線的方法，它把組織堆積在顴骨上，反而你有可能越拉你這個地方越大，因為這跟你對結構了不了解有很大的關係，對你的拉法有很大的關係。我們再看，比如說他原本是一個臉小的人，那為什麼看起來臉大？因為最明顯的就是這個地方，還有這個地方，你可以看到同樣是這邊，你就會覺得他臉是小的。第一個，他把這個下垂的嘴邊肉提上去，嘴邊肉改善了，臉頰凹改善了，所以你就會覺得他顴骨沒有那麼明顯，他的 U 型臉也改善了。第二個，蘋果肌這個地方做了一些填充，所以你把它視覺上最凸的地方把它往內移，你就會覺得他的臉看起來顴骨就沒那麼明顯了。還有一個重點呢，你看他原本呢，他的太陽穴是凹的，我們把他太陽穴填起來的時候，他整個臉變順了，而且在他的視覺上，你會覺得他的顴骨看起來好像變窄了，在沒有動骨頭的狀況下，你可以看到他兩邊的臉看起來大小在視覺上就會差非常的多。所以很多人他在術前呢，他會覺得我頭明明不大，我為什麼臉大？關鍵就是這幾個地方。我常常遇到很多，他就是我就想要臉小一點，我是不是要削骨？事實上，真的需要把過大的骨頭削掉的人，不見得有那麼多。很多人他的問題不是要靠削骨解決，而是要把嘴邊肉或是嬰兒肥上提，把你的這個凹陷的這個蘋果肌做處理，把凹陷的太陽穴做處理。然後，如果你的中線不夠立體，你的鼻子、你的下巴需要做修飾，把你從2D 的世界拉成3D，你就會發現你的臉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的大。今天呢，給大家講的這個題目，其實有很多的治療，我們在處理它的時候，你必須照着正確的邏輯、正確的醫學的觀念去處理，你才有辦法得到最好的效果啊！不然沒效才是真，想做就要找專業。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。
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